嗨，欢迎收看 YK Kitchen。今天我们来煮芋头。今天要分享的这道菜不是传统的客家菜，不过在我的家乡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小的客家村里，可说得上每个家庭都会做的一道菜。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已经1年半没有回老家了，所以就做些家乡菜来解一解乡愁吧。这集的影片里呢，除了会分享美食，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马来西亚的客家话，大家交流交流一下。芋头不要切太小块，焖煮后它会松软，然后会变成小块。切好后先搁置一旁，等下再来炮制它。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些排骨。我买的是珍珠软骨，价格跟那个排骨差不多，它的肉比较容易软，骨头也能吃，非常的划算。这里是700克的软骨，先下1茶匙的糖和1茶匙的盐腌制，还有一点生粉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加了生粉，待会在煎的时候，它可以锁住一些水分，也比较容易煎。软骨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放在一旁，然后就来调个南乳汁。这里我用了1块南乳，还有2块腐乳。当然你要用单一的南乳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接着就加一点点的酒，然后把它弄成糊状。这里我用了玫瑰露，用米酒或花雕都可以哦。弄成糊状会比较好入味。材料就绪之后，准备一个炒锅。炒骨头最好用铁锅，不要用不粘锅，因为骨头很容易刮花你的不粘锅的涂层，这点可要注意哦。然后把腌制过的软骨或者是排骨倒进锅里，摊开后让它煎一下，然后呢就站着傻傻的等它煎哦。开玩笑了哈。煎到表面有点微焦后，先翻炒一下，然后把调配好的南乳酱加入锅里一起炒。这个碗还有些剩余的酱汁，不要浪费。加些水，然后倒进锅里，再翻炒一下，让它焖煮入味就可以了，大概是10分钟左右吧。我们就把锅放到一旁，待会再把它转到砂锅里焖煮。OK， 这个砂锅是一位金牌月嫂送给我的，他为了教我煮猪脚醋而买了这个砂锅。改天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这道美味的猪脚醋。买砂锅的时候需要问清楚，这个是不是可以干烧的砂锅？有些砂锅是需要泡水后才可以煮的，不然在煮的时候破裂，那就代志大条了。砂锅跟铁锅不同，不需要预热就可以直接下油了。油烧热之后，我们就下这3种香料：八角、桂皮还有小茴香。传统客家菜很少用小茴香，不过在马来西亚是很常见的香料之一，没有试过的可以尝试一下。然后就是姜片还有蒜头，同样也是把它倒入锅里爆香就可以了。接着再把炒过的软骨倒入砂锅里头，然后加入清水，刚刚好盖过肉骨就可以了。这里大概是500cc 的水。然后呢，芋头也下锅一起煮。我们的客家话叫做一咖喱全部落去，就是一次过全部下去的意思。然后搅动一下，让芋头跟肉骨均匀的分布在锅里。砂锅在煮的时候过程是很烫的，我来试一下。哇，真的很烫，要小心哦。在焖煮的过程中要不时的翻转，不然很容易就粘锅底。
全程以小火焖煮，大概40分钟就可以了。由于砂锅有很多细孔，在烹煮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气泡会比较小，所以芋头就算没有经过油炸，在长时间的焖煮，它也不会过于松散。OK， 说到细孔，就跟大家分享一句客家话：塞龙没补就变太龙。就是说，在遇到小问题时，得赶紧设法解除，千万不要一拖再拖，拖到后来变成大问题，想要再补救就更加困难了。然后盖上锅盖继续焖煮，大概煮个20分钟之后，就可以进行调味。我的调味非常的简单，就只下1汤匙的蚝油，还有一些黑酱油调升它的颜色。我们有句话，八角消费香锅咖喱。以前只要在家乡闻到这个香气，你就知道隔壁家在煮这道菜了。让我来先尝一尝味道。很香，赞。然后再盖上锅盖，让它继续焖煮。又再过了15分钟，这时候这个酱汁的浓稠度，下饭一流。我们就把腐竹下锅，然后把它均匀的捞进去。盖上锅盖焖20秒，接着就是最后的步骤了。加酒增加它的香气，不需要打开盖，就沿着锅盖的边缘缓缓地倒入玫瑰露。它蒸发出来那个酒香非常非常的棒。然后等个10秒钟，再把锅盖掀开。哇，这香气也太棒了吧！最后加些葱段，还有辣椒，把它搅拌均匀就完成了，色香味俱全，非常下饭的一道菜。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芋头料理，觉得不错就给我一个赞吧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哦。你看这芋头软而不烂，非常的棒。好吧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